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的店开了也有一段时间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什么时候有开店的这个想法。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是在17岁，那一年我学会了几个菜，就是会炒几个菜了之后，我就突然萌发了开店的这种想法。结果在18岁的时候，我在广东珠海拱北开了一家川菜馆，最后因为我的经验不足，只干了不到5个月就倒闭了。把我前面辛辛苦苦干了3、4年的这个积蓄全部亏掉了。从这里开始，往后的10来年，我一直在打磨我的技术和凑钱，再次准备开店。后面17年的时候接触到了这个短视频，然后那一年我注册了美食作家王刚这个账号，通过拍摄短视频，我赚取了第一桶创业资金。19年年底的时候选址选在了深圳，大概有400多个平方，租金也不是特别贵。然后在签完合同、交完定金之后呢，在20年初的时候，没办法我就违约了。这家店都还没有开始设计，就结束了。很多粉丝在问我们开店的事情，我们去年找了一个门店，就已经到了签合同这一步。然后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话，发现这个苗头不对，然后就没有做。如果是做了的话，我估计现在也是开不了张。虽然这家店没有开成，但是我一直都不死心，一直这个事情装在我心里面。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探店，我去外面探的第一家店是芙蓉皇。探店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去跟同行学习交流，就是为了重返实体行业奠定基础。同时在探店之前，在23年初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一直在成都一直在选址，东南西北5个区，包括新区，我们一直都在选。然后终于选了很久，第一个店定在了东郊记忆附近，不对，就是在园区里面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想把这个店选址选在人多热闹的地方，所以它的租金呢并不便宜，一个月接近8万块钱。它是一个400平方的一个小独栋，它有3层楼，然后跟物业方对接了大概有半个月到20多天的时间，合同就签下来了，我们就开始准备装修。装修到了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在跑流程，发现这个房屋的资质存在严重的问题。没有想到这个店呢，竟然又是投资失败。这家店的装修和设计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。虽然有很多不舍，但是这个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在这里呢，还是有一点点打击我们同事的一些信心，毕竟好几次都没有成功，然后这一次干到一半，不得不退出，也是我们的一个遗憾吧，算是。然后我们又启动了别的大量的备选店铺，最终才选定了现在的这个店铺。这一个店铺呢，它是一个个人的物业，这个房东我们都叫他辉哥，他的人为人特别豪爽。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，特别进展特别快，第3天我们就签订了合同，然后我们设计整整用了1个月，装修呢大概用了2个多月，因为设计的这个公司和装修的公司它是分开的，是2个公司，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沟通和磨合的一些问题，并且延误了不少的工期。然后在装修的实际过程当中，有发现很多设计其实并不合理，在施工过程当中是边施工边去修改了不少。这家店在我们接手过来了之后呢，也算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大改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原先它是什么样子，吊顶是黑的，地板是黑的，厕所也是黑的，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压抑。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装修完成的样子。我们进门的左手边呢是一道 L 型的玻璃墙，能够看得到厨师在里面现场的处理活鱼。往前面走，你可以看到一个大的鱼缸，鱼缸里面有瘦身鱼这些鱼的瘦身周期最长的能达到10个月，所以相比普通的鱼，市场价格直接翻1倍。抬起头来，我们透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的厨师正在现场爆炒。这算是一个半开放的厨房，右边是大厅，大厅里面有20多张散桌，最里面有3个贯穿式的包房，不叫包房，叫包间吧，最多呢可以容纳30位顾客。再往前面走，左边这个小房间里面是我的大徒弟，他正在负责做凉菜，
厨房里面还有很多岗位，在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以后会跟大家再聊聊厨房的设计相关的内容。这家店是在7月16号，这一天正好是我生日的这一天，开始试运行。在此之前呢，也有过接近半个月到20天的内测。试运行的时候，后厨和服务员团队正在培训，同时磨合中发现存在不少的缺陷，还有不少的问题。在这里呢，我要感谢这期间来店支持的粉丝，帮我们指出了很多我们自己未能发现的一些问题。为此，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差评墙，上面一层全是顾客提的意见，下面这几排全是我们各个部门的解决方案和跟进的一些流程。后面也欢迎大家提供您客观真实的建议，这样子可以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在正式营业之前，我们会在菜品丰富度上面去探索，争取把菜品丰富度提起来，其中包括麻婆豆腐、富顺豆花、火爆鳝鱼、火爆腰花、回锅肉，还有很多创新融合的一些菜等等等等。我还会跟同事我们一起努力把厨房的出品流程、前厅服务的流程整理顺畅。现在呢，只有15个菜，后厨团队制作流程都比较熟练了，但依然还是存在效率和质量的问题。目前试营业磨合整改期间呢，也确实存在一些困难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粉丝们大老远来了之后，发现这个号发完了的问题。在这里呢，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厚爱，也确实暴露了我们目前在现场管理经验上有很大的不足。同时我也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大的热度。如果大家想来我们店品尝一下菜品，我建议大家在周1到周3的时候来，在工作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排队，来了就可以直接吃。我希望这家餐厅未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家有烟火气、有锅气、有人气的一家餐厅。所有的菜品该提前备餐呢，我们就提前备餐；该现炒的就得现场大火爆炒。希望同时还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，以及为餐饮行业多增添一份活力。如果看视频的你对餐饮实体行业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跟我发私信。下面这个账号是我们餐厅的专属账号，我会把我在餐饮行业里面摸索出来的经验免费开源给大家，其中包括店铺选址、工程装修、餐厅设计、供应链匹配。在这其中，店铺装修的水还是比较深的。我们在之前呢已经交了不少的学费，希望你看了我们这个账号分享的相关内容少踩坑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来总结一下，现在大部分的餐饮行业真的是又卷又累，但是带着我们整个餐厅30多号人每天都在各自的岗位优化和进步，这其实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虽然每天都很累，但是累归累，心里面是开心的。所以我和伙伴们都觉得非常有成就感，而且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最想做的事情。在此呢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。